大家好，我们这节课呢要画43开的横幅啊，这个就是43开的，也就是咱们讲过啊，用40整张给它裁成3份啊，3等份，然后呢，我们把它横过来。这个篇幅呢，大约就是1.4米除以3，大约是这个横幅呢是40多40几，45、6吧这个长呢就是70就这么个厘米都是厘米，就这么个尺寸啊。我已经说过了我再次强调一下，你们一定要按照咱们这个样稿这跟它一样的这个篇幅去画，千万不能将就，不然的话你也学不好，也耽误那时间。这节课用的颜料画花头的部分呢是玫瑰红、曙红、胭脂、花青。好，我们这节课呢画的花头呢会稍微多一点因为这是一个横幅的，而且呢有点接近满构图的这么一个这个作品所以咱们呢可能就会画的这个篇幅我画的牡丹花头会比较多颜料挤的多一点。把这个玫瑰红呢给它调成基础色，笔根呢让它淡一点然后呢从笔肚到笔尖我们调点曙红，笔尖来点胭脂，最笔尖处少来一点花青。我们先找主花的位置，主花位置在什么位置呢？在这个位置，偏上方在它的这个一半处偏右方这个位置。然后主花的花头方向呢是冲这面，是这样的好，我们现在来把主花先画。主花我们现在是给它画的是，因为从这个方向我们给它画的呢稍微这个有点个性。什么意思呢？上面让它画成连续扣瓣。我们先画左边部分这回又改了我们一定要上下左右不断变化起笔模式，这样你画出来的花头才会变化多端。怎么画呢？有点类似于3连翻这就是连续翻瓣，然后呢给它撇过来，我吸一点水，就着笔里的颜色把它呢变淡，过来让它过来，然后还是这是淡的，还是这块呢来一个大瓣一下子就给它张扬出来，继续把这块给它补上，然后呢这块有点混沌呢，补一下子这块呢虚过来这就等于就是这个花搭了瓣下面是搭了瓣的这个感觉然后呢我补点深色，把上面部分给它补齐，笔尖蘸点胭脂和花青，这就差不多了。然后这块吸点水，补一点浅色这就是有深有浅花瓣呢有大有小。这块呢继续给它来一个扣瓣
啊，让它两边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啊。好，这朵花呢就比较大，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来2朵小的就可以了啊。这个就我们在它的旁边呢来一个深的哦，多调一点曙红和胭脂，给它俩混合在一起调啊，让它这个花头的颜色变暗，然后多调一点花青。笔尖再蘸点花青啊，我们在这个位置啊，比它矮的地方啊，来一个花头。这个花头呢，以前我们画都是画对方向的啊，这回呢，我们给它画个顺方向来啊，也是让它从这面，但是呢，给它让它有一种窝在它底下的感觉。看见了吗？给它窝在它底下，然后呢，我稍微吸一点水。啊，把它这花头完善一下就行了。好，这个花头呢，你就可以啊，不用特意画的那么，不用画的时候非得一定特漂亮的啊。我也不敢保证我每朵花头都画的漂亮，但是呢，一定要把它画出姿态来。什么意思呢？把它画出变化来。我吸点水，然后笔尖来一点花青，在这位置啊，来一个花苞。啊，这差不多了。这组花呢就快画完了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位置啊也画一个花头，来一个深色一点的啊，调点曙红，调点胭脂，笔尖呢来点花青，最笔尖处啊稍微多来一点花青，然后呢跟它有一个呼应，我们来一个花头。啊，这个花头呢让它小一点。这就可以了啊，简简单单的啊结构。然后我还是啊，给大家再次强调一下啊，看着这个水不能太脏了，就说明那你那个颜色啊就混去脏水了啊。如果你这个画来画去啊，那个水呀跟你的画的画一样啊，都是颜色，那就不行了啊。所以要注意吸水的时候要注意啊。我来点一下花心。好，啊，忘点雌蕊了，点一下雌蕊。这回呢，我用的是群青，都行啊，头绿、群青、头青都可以用来当雌蕊，还有三绿都可以。好，我还是把这个颜色啊利用一下，把这个多余的这个还剩点这个玫瑰红啊给它擦掉，还有曙红给它擦掉。然后我们调点颜色，这2个颜色啊是胭脂和花青，我们给它调在一起之后呢，我们直接加点墨，
好，我现在是利用这个笔里有点颜色，我现在直接调点灯光，先画这个花托部分。然后这个颜色呢，就变成了比较这个另类一点的颜色啊，看是这样的啊。我就是一直在尝试着不同的颜色，不拘一格的去调整，目的是画出来跟与众不同的牡丹。把花蒂画出来，花蒂也是下笔就是随意一点，也不用说你非得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就是怎么随意怎么画如果是用条条框框给它拘谨住了这个增加一点小结构你用条条框框给它拘谨住了之后，那你这个下笔呢就会备受拘束，然后呢你画出来的东西也会显得比较古板没有个性。所以呢，我们画画的时候其实就是越随意越好不是说你非得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式去画，那你不就是在复制吗？你画出那个画肯定是没有看头都大同小异，都差不多。也就是说，个性不够张扬我加点花青我们要画深叶子了加点花青。笔根处来点这个藤黄，调进去，然后呢，我笔尖蘸墨，给它调到笔肚，我们画深色叶子。这个叶子在这个底下呢有一组大叶子，大小笔穿插不用太拘一格这样的这块也是，再来一组，给它搭上。好了，这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现在剩余部分就交给枝干了。这回这个枝干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方向过来让它往这面方向来。好，这块呢，让它往这个方向去发散。好，这块让它在这儿过来这个其实枝干呢是难点咱们大家呢也不要着急，这个需要通过一个经常练笔的过程这块里边来点枝干给它穿上就行了。然后呢，上面这个是嫩枝，给它来点颜色。我吸点水在上面来点这个嫩一点的枝干让它浅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我们也是要给它来一点枝干，不枝干去说错了叶子，让它张扬过来。好，跟它有个搭界。
然后这块啊，就是通过枝干呢，给它顺过来，这是一个枝干啊，给它有一个这个作伴的啊，不能太单了。然后我把这个衣襟呢勾一下，这是差不多了啊，在这块呢就点个花苞就可以了。然后这块来点淡叶子呢，给它探过去，啊，让它有个交错。然后呢，少来点胭脂啊，这胭脂没有了，点花苞。这基本上就可以了啊。这块呢，这个还没有勾叶巾啊。像这个浅叶子可以不勾，就可以这么地。好，现在呢这块成一个斜线，这个呢我们可以啊在这提款去破，但是我们现在也可以破一下啊，增加点小结构就破了。这个有点啊类似于点叶。还有这个小结构呢，太多了也不好看啊，会显得画面乱，所以我们要啊把这个没必要的小结构呢，就给它归纳一下。有的时候需要它整啊，有整有碎才好看。然后呢，来点淡叶子就行了。这就可以了啊。我们这个零基础呢是2套课程，一套呢是20元的啊，前期课程已经录完了啊，我们这个是另一套。
这2套课程呢，实际上虽然是分开讲的啊，但是知识点也不一样。应该是啊，最好是2套课程呢都学，哎，才能真正的学会啊。因为这2套课程它俩有个互补，那套课程呢讲的比这个更详细啊，主要就是因为那套课程呢是先讲的啊，这套课程对它呢是一个提升和补充虽然也是从零基础那儿一点点讲过来的，但是我这套课程讲的会相对来说能快一点，知识量呢也会大一些目的就是让大家2套课程学成之后会掌握更多的知识点，学习更多的内容。然后呢，我们有另一套课程呢是提升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有一个提升这个带大家学好了之后再想提升的话还可以再进一步去学。咱们这个题款就在这里提就可以了这幅画呢就画完了，我们这节课呢就上到这里这个结构算比较复杂其实呢我不要求咱们每节课大家都能给它临摹下来，临摹到位。有些个东西主要是介绍一些知识点有的内容可以说应该是在提升班里面。我提前透露给大家呢，目的就是让咱们能更多的了解一下咱们这些画法，然后呢也能知道咱们这画法呢有些地方还是挺复杂的所以要大量的去练习早早接触一点呢，会让你心里边有一个这个预期和期待好，这节课呢咱们就上到这里。